这里是公交车站，苏露迅速做出判断。首先是第一步，找到规则。苏露对怪谈世界的运行流程已经是轻车熟路了。苏露低头看到菜狗正对着某个地方嗅来嗅去，兴奋地吼叫。地上，苏露目光跟过去，只见临近铁杆处有一坨黄土，比周围的土地都要松动。苏露用力拔出站牌，在铁杆的底部缠绕着一张纸条。此刻的直播间，母语现在是我的母语。对了，这种地方谁能想到？现在规则怪谈也太奇葩了吧，连张废纸都要整花火。希望其他的天选者细心一点，能够注意到地上松动的黄土吧。苏露展开纸条，怪谈副本。红月火葬场作为一名火葬场员工，你每周一下午4点半搭乘公交车前往上班的地方，周五晚上回来。通关条件：存活5天，或者解开火葬场背后隐藏的真相。根据苏露2个副本的经验，如果你真的听信了他的鬼话，选择了只存活5天的选项，估计只能拿到最基础的评分，一星通关。想要高分，还得是后面那条，解开火葬场背后的秘密。直播间弹幕：为什么是5天？周末不上班吗？笨蛋，因为火葬场属于国企，周末是放假的啊！对不起，平时加班太严重了，已经忘记了有放假这种事。直播间顿时一阵哀嚎，有不少打工狗表示自己的情况和上面那位哥们类似，尤其是规则怪谈降临后，国家强制性要求每个人必须观看直播够一定的时间。本以为是个放假的好机会，没想到不少老板为了节省时间，直接让员工在公司打地铺。好羡慕苏露啊，我也想周末放假。就算是去火葬场也没有关系，我已经受够了现在的工作。别想了，国企是需要考试的。苏露没想到，只是简单的一个副本介绍，就能引起直播间外这么多人的共鸣。他继续查看乘客守则：守则1，去往无忧小镇的公交车为乘坐204班次，每隔半小时出现一趟，途经游乐园、鹰泉高中、红月殡仪馆。守则2，去往血色旅馆需乘坐205路公交车，每隔1小时一趟，途经大洛山风景区、人体艺术博物馆、鹰泉高中。守则3，204号公交车下午6点停运，205号6点15分停运，不存在车子迟到、晚点等情况。如超过这个时间还没有上车的乘客，请等到第2天早上再来。守则4，公交车没有站票，车上的每个人必须要有自己的座位。如果看到车上已经满座，请您立马下车，等待下一趟。守则5，公交车设有普通座位、老弱病残以及孕妇专座。作为一个有素质的青年人，请您尽量选择普通座位。守则6，作为一个有素质的成年人，车上禁止大声喧哗、吃东西、随地大小便。苏露一脸无语，完全多余，谁会在公交车上大小便？守则7，售票员兼职公交管理人员，如果你遭受到了不合理的待遇，可以向他求助，毕竟他绝对的公平。守则8，如果感到疲惫打瞌睡，可以在车子最后一排的长椅上进行短暂的休息。守则9，长椅上有毛毯，方便乘客休息。守则10，千万不要睡着，千万不要睡觉。守则11，请隐藏好你的身份，相信绝大多数人并不喜欢和一个在火葬场工作的员工待在同一辆车上。注：本次为双人通关挑战，本次挑战外界提示机会1次。双人挑战，从没听说过的模式啊，有意思了，不知道到这次谁能和苏露大佬匹配在一起，就偷着乐吧。谁稀罕啊？对，那个叫苏露的天选者，不要被我们大英花国碰见了，否则有你好看的。你想多了，到时候谁让谁好看还不一定呢。同时，他们也开始担心，若是与不友好的国家分在一个副本里，少不得会被对方暗中坑上你。这里可是规则怪谈，一个小小的失误就能造成巨大的损失。龙国怪谈局，一个年轻人坐在桌子前，脸上神色有些惶恐，说出的话逻辑却比较清晰。双人副本未必是个好事，与其像网友一样纠结匹配到哪个国家的天选者，不如着重研究一下接下来的副本规则。是更倾向于让天选者们之间进行相互合作，还是虽然都在同一个副本，但关联性不大，每个人都可以独立的完成任务？毕竟，如果需要合作的话，在绝对的利益面前，相信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反之，万一怪谈到时候直接规定两人只能有一个通关，或者要求选手之间进行互相厮杀呢？这时候同伴是谁更显得不重要了。说话的人正是之前喜欢在直播间各种发言，名为今天不想做处男的网友，他的真名叫陈月，今年27岁。是一名典型的社畜，每天工作12个小时，结果赚的钱交完房租后，剩下的刚好够自己吃喝。陈月做梦都想摆脱现在的生活，拥有一份不用加班的工作，所以他给自己起名今天不想做处男。社畜的畜也是畜生的畜，被老板当畜生用。没想到这个梦想在今天终于实现了，只是过程有点不太寻常，不是通过面试，也没有被富婆看上，只因为在直播间根据自己的见解发了几句弹幕，然后被人带了过来，破例招进了怪谈局。天呐，怪谈局啊，
那是什么地方？周末双休，还带编制。陈月这辈子都没想过自己有生之年能过上这样的生活。嗨嗨，他努力平复自己雀跃的心情，开口安慰道。不过以苏禄大佬的天赋，这些问题都不用担心。林国标点头，赞扬道：“你说的有道理，不愧是我特意打招呼，命人将你招进来的。”他没有说苏禄的天赋只对诡异有效，对人类反而没什么作用，这属于机密了，只有苏禄和他2个人知道。希望苏禄能够保护住自己，不要出什么事情。陈月大受鼓舞，感动之余竟流下了泪水。呜呜！新来的领导不仅不压榨员工，还积极采纳自己的意见，和以前那帮只会打压下属的垃圾一点也不一样。太好了，看我的苦日子终于到头了。怪谈世界，苏禄刚阅读完规则，一辆公交车迎面开来，车头红色数字204。他看了眼手表，4点半，时间正确。公交车看起来相当老旧，破败的铁皮外壳，上面有一坨坨铁丝。刹车的那一瞬间，由于惯性，整个车身开始猛烈的摇晃，一副随时要塌下，让人不得不重新怀疑它的安全性。待公交车停稳，苏禄大步走向车门，临到只有几米远的地方，右侧方向忽然冲出来一群大爷大妈，疯狂的朝门跑挤。别看大妈年纪大，力气一点也不小，以苏禄的实力，差点没挤进去。等到好不容易上了车，刚好就剩下最后一个空位。苏禄抓紧时间朝座位走去，快要坐上去的时候，一股巨力从背后传来，将苏禄推开。呵呵，小伙子，我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让我先坐吧。卧槽，这就是诡异世界礼让吗？虽然说该礼让，但是他直接把苏禄推开了，好不礼貌，看起来活蹦乱跳的。跳广场舞的时候不说自己年纪，挤公交的时候不说自己年纪，轮到现在忽然腿脚不便了。你们看苏禄的表情，感觉接下来有人要遭殃了。苏禄的表情，公交车内，苏禄清秀的面庞蒙上一层寒霜。大妈还在不要命的输出，顺便翘起2郎腿打颤。我就不起了，你能把我怎么样？打我啊！有本事打我，我去派出所告你欺负老人。啪嗒一声，玻璃碎裂的声音。只见原本嘚啵嘚啵的大妈被苏禄拎起后脖子，直接从窗户扔了出去，扔的地方不远，隐隐能看到地上一滩血。整个车内安静下来，众人反应过来，连忙低头，假装没看见，忙自己的事情。诡异更加欺软怕硬。苏禄掏出纸巾擦了擦手，优雅地坐在了位置上。这下舒服了。车子缓缓开动，直到一双女人的腿出现在苏禄视面前。我是204公交车的售票员，你刚刚违反了车内规则，现在我命令你立即下车。204公交不欢迎你这种乘客。女人的腿很漂亮，左边穿白丝，右腿穿黑丝。苏禄视线上移，这种一黑一白的风格一直延续到售票员的脸上，整个面颊以鼻梁为分界线对称，一半洁白如玉，另一半黑丝一样，还真 TMD， 从头到脚公平。守则7售票员兼职公交管理人员，如果你遭受到了不合理的待遇，可以向他求助，毕竟他绝对的公平。守则6，作为一个有素质的成年人，车上禁止大声喧哗，吃东西随地大小便。他刚刚抢座位的时候大声喧哗，违反了规则，我只是帮你出手教训他。售票员愣在原地，苏禄的话让他陷入了某种思考。不过作为一个绝对公平的车内掌控者，快做出了决断。他有错，你就没错吗？对，没错，谁会承认自己有错呢？闲得慌。售票员黑白分明的脸颊抽动了起来，不赞同道：怎么能没错呢？你们一个大声喧哗，一个随意殴打乘客，全部触犯了车内守则。现在他已经下车了，我管不着。但你还在车上，就需要听话。我以管理人员的身份，命令你立即从座位上下来。苏禄听着发笑，这一幕怎么看得有些熟悉呢？像极了现实世界里某些领导和稀泥的场景。捅出篓子后，不管谁对谁错，先一人给一个巴掌，最后让里面最老实的那个员工背锅。次及此，苏禄干脆坐在位置上不动了，任由售票员刀逼，简述公平的原理。妈妈说过，不与蠢人争长短。此刻屏幕前的观众，靠，这是我见过最能说的诡异了。别家的都是直接动手，你刚刚没看见苏禄大佬的举动，一巴掌从窗户拍出去个人。诡异，这是被苏禄的战斗力吓怕了。不愧是苏禄大佬，君子动口不动手。苏禄能直接让诡异变成君子。而此刻的公交车上，售票员说了半天后，见苏禄依旧无动于衷，没法办，只好先走掉，查看其他乘客的情况。走了，座位上，苏禄一脸懵逼，这么能忍吗？他都准备好掏出菜刀战斗。和刚刚抢座的大妈不同，苏禄能够感受到售票员是个更高级的鬼，力量强大，自己还不一定能打得过。不过没关系，打不过他
他不也死不了吗？迟早能把对方耗死。苏露脸上露出深思。另一边，好几个国家的天选者还待在车站内，他们没有找到规则，看见公交车来了，犹犹豫豫不敢上去。真是蠢货！苏露都快要到站了，这帮人还没开始。没办法，眼看时间来不及，他们的国家只好动用唯一一次提示的机会，让天选者把站牌拔出来查看。把机会用在这么鸡肋的地方，真是亏大发了。浪漫国，皮埃尔已经错过了3趟204路公交了。每次车子开来的时候，不管皮埃尔离远多近，都会突然冲出一群人将他挤上。皮埃尔穿上染血的救生衣，可惜这个装备只有防御功能，并不能为他挤公交增添什么帮助。时间来到6点，眼看最后一班204来了，皮埃尔用尽力气，跟着大爷大妈们一起挤了上去，只剩下最前面的一个孕妇专座了。皮埃尔在车上溜达了一圈，盯着孕妇专座思考了几秒后，最终他还是选择下车。倒不是为了在这种时刻逞能，只是乘客守则上有明确的规定，作为一个有素质的青年人，请您尽量选择普通座位。尽量这个词用得很微妙，皮埃尔不确定违反守则后会遇到什么样的惩罚。皮埃尔站在站牌旁边，1刻钟后，205路公交车驶来，这辆车明显不如204路那样的受拥挤。皮埃尔松了口气，选择其中一个座位坐下。守则1：去往无忧小镇的公交车为乘坐204班次，每隔半小时出现一趟，途经游乐园、鹰泉高中、红月殡仪馆。守则2：去往血色旅馆需乘坐205路公交车，每隔1小时一趟，途经大洛山风景区、人体艺术博物馆、鹰泉高中。他可以坐205路公交车，在鹰泉高中下车，随后再乘坐204路去红月殡仪馆，似乎也是个可行的办法。直播间，靠！我刚刚还以为他要在站台睡一觉，等到明天早上再坐车。用屁股想想也不可能，规则怪谈，网上多危险啊！也不一定，如果是苏露，估计能顺利度过夜晚。车内，黑白脸的售票员走了过来。这位乘客，你在哪一站下车？车内所有人忽然刷朝他看了过来。坐在皮埃尔前排的乘客更是身体不动，脑袋180度转向，死死盯着他。皮埃尔面色不变。鹰泉高中。售票员皱眉，你看起来似乎不像个学生。皮埃尔唇角上扬，露出2颗标准的大白牙。我是老师。天赋真情眼一发动，顿时他的身上似乎多了一些书卷的气息，眼神也由原来的饱经风霜变得清澈。售票员见此，没有再继续问下去，迈开腿走，那些聚在身上的视线也散了开。樱花国，小切夫郎看起来是位猥琐的中年大叔，两边头发茂盛，中间秃顶，典型的地中海发型。面对镜头，他匆忙解释：别看我这样，其实今年只有25岁，在线征婚，有喜欢我这款的妹妹，记得私下联系我。这一幕把樱花国自家的民众都看吐了。快滚吧！征婚能不能活着出来还两说。太油腻了，和龙国速度完全2个等级。小切夫郎上车后，发现正常座位已经满了，只剩下最前面一个残疾人专座。要是换做一般人，不管私下怎么办，就是在这么多观众面前，装也要装得有礼貌一点。小切夫郎不是一般人，他直接坐了上去，丝毫没有觉得不对。这时候，刚坐下的小切夫郎屁股开始挪动。直播间外的樱花国民众似乎看到了希望。是要离开座位吗？我就说嘛，我们樱花国最注重礼仪，不像某些龙字开头的国家出现占残疾座的现象。噗嗤一声脆响，小切夫郎放了个屁，接着又坐了回去。龙国民众，你们真的很注重礼仪了，连放个屁都特意要撅下，令我们确实比不了。守则5：公交车设有普通座位、老弱病残以及孕妇专座。作为一个有素质的青年人，请您尽量选择普通座位。很显然，小切夫郎的行为和有素质完全不沾边。售票员很快就走了过来，阴恻恻提醒：这个座位是给残疾人准备的。小切夫郎还想开口小便，一条胳膊沿着他的肩膀整整齐齐地薅了下来，留下个平滑的切口。售票员露出微笑：好了，现在您可以坐了呢。小切夫郎变成了残疾人，真正享受到了残疾待遇。痛，太痛了！小切夫郎额头冒冷汗。他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工作，平时唯一的爱好就是在家玩游戏，还是那种昏天黑地、没日没夜的玩，多少有些魔怔。在他的印象中，规则怪谈也是一场游戏，和他之前玩过的没啥区别。直到痛感涌上来后，他终于明白了，这尼玛太真实了，和游戏世界完全不同啊！此刻，大片大片的汗珠从他头上滴落，小切夫郎下意识想要痛叫出声，可看到笑容诡异的售票员，还是让他的理智回归了一些。守则6：作为一个有素质的成年人，车上禁止大声喧哗、吃东西、随地大小便。他已经没素质过，再来一次可能会死。小切夫郎用另一只没有被砍的手死死捂住嘴巴，2只眼睛瞪大，惊恐地盯着眼前的诡异。售票员在他身边又看了一眼，确认对方不会违背守则之后，失望了。此刻的樱花国民众还好，
胳膊丢掉了，命却保住了。总算上了车，比那些好不容易知道了规则，连车都没上的人强多了。他们只能这么安慰自己。公交车上，苏露略微思考了一会儿，明白了为什么售票员刚刚的态度是动thủ不动手了，因为他完全没有违反纸条上的守则呀。守则5：公交车设有普通座位、老弱病残以及孕妇专座。作为一个有素质的青年人，请您尽量选择普通座位。守则6：作为一个有素质的成年人，车上禁止大声喧哗、吃东西、随地大小便。纸条上写得清清楚楚，关于车内行为的约束全在这2条之内了。但苏露并没有处罚，而所谓的不能打人这一条，应该是售票员自己给乘客定的规矩。苏露猜测，售票员应该是受到了限制，不能随意惩罚乘客，必须要有对方触犯守则才可以。然而，口头上定的守则不能算规则，必须要写出来才能奏效。守则4：公交车没有站票，车上的每个人必须要有自己的座位。如果看到车上已经满座，请您立马下车，等待下一趟。当时公交已经出发，就算苏露听信售票员的话，站了起来，也没有办法立马下车，除非他也像前一个乘客一样从窗户飞出去。那么，不能下车又没有座位的苏露，是不是会自动默认为买了站票，从而触发守则，引起惩罚？靠！原来售票员打的是这个主意，差点就上当了。想到这里，苏露非常不爽，目光在售票员的脸上停留，主动开口：“小姐姐，我需要帮助。”浪漫国直播间，今天似乎是个阴天，公交行驶在平坦的水泥路上，光线透不进窗户，整个车内十分暗沉。自打上了车之后，本来在门口疯狂拥挤的乘客们忽然变得安静下来，连呼吸都透露着小心翼翼。时间久了，更加的让人昏昏欲睡，一阵极端的困意涌上，皮埃尔的眼皮子忍不住开始打架，好想睡一觉啊！自打来到规则怪谈，都没有好好休息过，就睡一会儿，不碍事的。等到站实了再醒来。有个声音像蛊惑，不断的在脑海里发出：不能睡。皮埃尔艰难的伸出手，抚摸到自己手背处，拔掉了5根毛，神志瞬间清醒。但也就是几分钟的事，很快，那种止不住的困意持续来袭。脑海中的声音继续：你看，不远处就有个躺椅，它看起来是那么的舒服，旁边还有可以盖住肚子的小毛毯。去吧，就睡一小会儿。争又是8根毛。等到皮埃尔到站的时候，他的手背已经光溜溜的，比脱毛仪还要管用。直播间沸腾了。靠，这兄弟是个狠人，连毛都敢拔，看着都疼。继苏露之后，规则怪谈又出现另一个狠人。皮埃尔下了车，面前是一个黝黑的大铁门，而铁门右边写着“英纯高中”4个大字。铁门大开，从里面开出来一辆加长版的面包车，车头起来。乌兰国弗拉基米在忍受不了困意的情况下，选择到最后一排的长椅上休息。在那之前，他没有忘记先打声招呼：“美丽的售票员小姐，到站之前请叫我起来。”黑白脸售票员点了点头。可惜的是，弗拉基米光睡觉不够，还扯过了旁边的小毯子盖上。顿时，一股眩晕感传来，眼前场景变了。弗拉基米做到了梦，梦到了自己还没有参加怪谈，妻子以及3岁多的女儿，一家人围在桌前，高高兴兴地吃团圆饭。他的嘴角上扬，睡梦中露出幸福笑容。等到乌兰国民众发现不对劲的时候，已经晚了。乌兰国选中者弗拉基米被捕入乌兰，怪谈事件即将降临。时间倒数时：9、8、7、6、5。在上个世界副本，靠着模仿苏露勉强度过一次怪谈的弗拉基米，最终没能熬过去。龙国，苏露坐在位置上。小姐姐，我需要帮忙。闻言，拥有黑白美腿的售票员走了过来。他下意识以为苏露是犯困了，毕竟来到这辆公交车上，不想睡觉是很难。售票员，睡吧，到站前叫你。鬼才会叫你。面对这个讨厌的人类，售票员决定借此让对方永远睡着。想到这，他的嘴角露出一抹邪恶的笑，掺杂着一黑一白，十分瘆人。小姐姐，你的脸为什么是黑白的？苏露天真的提问。什么？售票员愣了一下。苏露，外面是白的，那里面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随着苏露话落，呲啦一声，一张黑白相间的人皮从售票员脸上脱了下来。面皮分离的时刻，露出那缕血肉，很神奇，竟然也是一半白一半黑。住手！你给我住手！售票员小声避避。已经到了这个时候，他还谨记守则，不大声喧哗。售票员从兜里掏出了一根戒尺模样的东西，向苏露偷去。顿时，苏露身上裂开了个缝，但很快又愈合了。从刀下面皮的那一刻，他越发的兴奋。也不管落在身上的刀很多，开始一刀一刀割去血，开剑，脖子左边是黑的，腰部右边是白的，到最后，整个售票员的身体从中间贯穿，彻底一分为2。苏露的菜刀停留在跳动的心脏上，不断击去。售票员的体质特殊，苏露感受到一股比以前大得多的力量，通过菜刀冲刷着身体。恭喜选中者获得力量属性加20。播报声响起，守在屏幕前的观众全都惊呆了，他们在心里同时有个疑问：
那就是还能这样。原来不仅诡异行为致人，反过来人类击杀诡异也能同样获得力量改造身体，似乎获得的力量还是永久性的。这一发现让各国政府兴奋不已，可是很快他们就笑不出来了。自己家的天选者弱的一批，看到诡异躲都来不及，更别提击杀了。和其他选中者面对情况不同的是，苏露并没有感到犯困，连带着一个车上的诡异们全都瞪大了眼睛。废话，有个人在你面前徒手拆解同类，还不是给个痛快的一击，而是慢慢折磨拆解，这谁能睡得着？满车的诡异生怕下一个遭殃的变成自己。血色火葬场到了，请您配合从后门下车，开门请当心。火葬场，不知道怎么回事，苏露从公交车的播报声音里听到了一丝急切，是我的错觉吗？不再管怎么回事，苏露的注意力很快被面前火葬场分散了。一栋平平无奇的3层厂房，门口的招牌黑底红字写着血色火葬场。仔细看，整个厂房外面贴的瓷砖似乎也偏红色，是因为名字叫血色火葬场吗？所以装修也变成了红色。此刻的直播间弹幕，众人和苏露有着一样的疑问。红色代表喜庆，白色代表丧葬。按照习俗，一般火葬场不是该用白字吗？这个怎么回事？靠！上次家里办丧事，路边遇到个敢穿红色衣服的女人，老子上去就和她打了一架。这时，一位 ID 名叫寻找哈利波特的网友说话，底下人严肃回答：这位网友随意殴打女同志是不对的，你的行为已经涉嫌犯法。就是兄弟，这么冲动，进去蹲了不少时间吧？寻找哈利波特，并没有，打了2巴掌，对方散了。散了，人能散了，哈哈，兄弟，你怕是打了个鬼哦。此刻，周围网友还有心情调侃他。寻找哈利波特，说对了，打那天起我就病了，去医院也检查不出原因，只能天天在床上躺着。求求了，有没有靠谱的哈利波特帮忙解决一下问题，价格好商议。直播间网友不小心点进来的，无意冒犯，有事请烧纸。加一很快，寻找哈利波特的话就被一句有事请烧纸给覆盖过去了。怪谈世界，苏露走进厂房，摸了一把身前的招牌，红色的还在蠕动着，是血。至于从远处看，为什么会觉得瓷砖变成红色，也是血。一个还没有进去就沾染了无数血液的火葬场，诡异，实在是诡异。苏露迈步进去，大厅内空荡荡的，只有前台处一个穿白色裙子的女孩正在本子上记录着什么。听到脚步声，前台头也没有抬，随手从旁边的盒子里拿出个圆形纸片递给苏。这是你的号牌，拿好了。纸片上写了个大大的数字3。苏露学着前台工作人员的样子，把号牌贴在了胸口处。今天要干的活儿多吗？说着，苏露变戏法般从兜里掏出个月亮形的发夹，悄悄地给正在埋头写东西的前台。今天要干的活儿多吗？血红色的月亮发夹上面还残留着某些不知名液体，看起来没有丝毫美感。白衣女子看到后却喜滋滋地收了起来，她终于肯抬头正对着苏露了。与此同时，苏露也看清楚了前台的面容，肤色惨白，跟钢粉刷完的墙壁没什么两样。眼睛处是2颗黑色的纽扣，并且中间有丝线穿过，像是强行缝合到脸庞上的。前台将发夹戴在头发上，没多大的事，今天送来的尸体不多。这个发夹戴着真漂亮。前台惨白的脸颊罕见染上了一抹红晕。哎呀，讨厌，还不快去工作，晚点下班了，人家来找你。他说完，视线落在右侧方第2个门上，苏露顿时抬脚朝那间房子走去。门是关着的，他没有犹豫，直接上了楼。一个黑影突然从大厅角落窜了出来，极快的速度直逼苏露的方向。靠，什么东西？速度好快！突然一双手伸了出来，从后面把苏露拉回到房间内。苏露转身看到一个男人，同样脸皮刷白，眼睛处缝着2颗纽扣。没事吧？那东西飞来，你怎么站在原地不动？那些黑影只能在大厅里面活动，关上门就行了。这人态度过于友好，以至于苏露开始怀疑他身份。注：本次为双人通关挑战。难道这个家伙也是个天选者？那为什么他的脸和前台一模一样？你脸怎么了？我也不知道，进来之后就变成这样了。这句话信息量很大。进来之后，只有天选者才会说出进来这种词，而本身在这里工作的诡异则不会。苏露在房间里逛了逛，透过一旁架子上洗脸盆里的水，看到了自己的容貌：2颗纽扣眼睛，白花花的脸皮子，就连身材也变了样貌，变得比以前更瘦了。规则怪谈又是费劲改变样貌，又是混淆信息的，图啥？身后男人也走进洗脸盆，笑眯眯的询问：互相介绍一下呗，你叫什么名字？此刻的龙国直播间，观众们看得快要着急死了。苏露大佬，不要相信他的鬼话，他根本就不是另一个天选者。所有的天选者都是全程直播的，他们压根就没看到和苏露待在同一个房间里那个人的直播。啊，
真希望你能看到我的弹幕。国家呢？快给苏禄大佬发提示！怪谈局林局消息发布出去，下属急匆匆的过来汇报。很显然，为了防止观众们和天选者在相认的事情上串通，规则怪谈连这一条也想到。我们现在怎么办？陈月积极提出建议。中文不行，那我们就试试英语、摩斯密码，或者直接说文言文。林国标点了点头。小陈啊，你这个提议不错，就按他说的做。结果，作为更高维度文明的规则怪谈，早就预料到，无论以什么样的形式发出，总归到不了苏禄手里。林国标现在就看苏禄的了，希望他自己能发现端倪。我叫陆苏，你呢？苏禄做了个试探，虽然每次下播后他不怎么看网上的消息，但从林国标等人的态度来看，他的名气应该也是很大的。不说全世界第二，第一肯定是有的。正常人听到陆苏两个字，肯定会下意识的想到苏禄，而诡异则没有这个常识。诡异男人，陆苏，你好，你刚来，可能还不太熟悉情况，我带你去里面看看。看你个大头鬼啊！苏禄不犹豫，掏出身上的菜刀，朝走在前方。男人后脑勺方向投掷，随着一声嘎嘎嘎的怪叫，男人直接化成了一股黑烟。这玩意儿叫得跟吱呀一样，黑烟没有直接消散，朝着更里面的门缝挤了进去。苏禄连忙去追，漆黑的房间边上没有一扇窗户，空气中温度低得吓人。一张张手推床，整齐又有规律停在地面上，床上人全都盖着白布，看不清容貌。停尸间，苏禄站在门口扫视了一圈，没有看见男人的身影，先从里面退了出来。找到规则最重要，他现在身处的地方是位于停尸间旁边的一个值班室，面积不大，一张破败的单人床，上面放了件厚厚的老式军大衣。苏禄猜测应该是进入停尸间时温度太低取暖用的。一张木头桌子旁边还有个脸盆架。最后苏禄在床底下找到了一个大大的金属牌，而从脸盆架上面的钉子来看，这张牌子本来是挂在那里。作为一名停尸间的巡逻人员，你需要遵守以下规则。规则一，这里是火葬场，帮助每个人走完生命旅途的最后一程，请不要封建迷信，更不要随意谈论鬼神，火葬场里没有鬼。规则二，作为一位火葬场的值班人员，你需要每个整点进停尸间检查一次。规则三，员工之间相互使用代号称呼，在这里千万不要说出你的真实名字。看到这条规则，直播间的龙国观众们不禁冷汗涔涔。靠，我就说那假货不安好心，原来挖的坑在这儿。幸亏苏禄大佬聪明，不仅没上当，还利用名字的事儿分辨出了对方的真伪。可惜哥，这个方法也只能少数几个人用到，其他那些第一次进入规则怪谈的人，别人根本不知道他的名字。苏禄继续往下看。规则四，如果不小心看到有虚影朝你奔来，请无视他们，越是害怕，越能引起他们的注意。规则五，如吴馆长的要求，禁止清点遗体数量，相信我，清点之后没有任何作用，只会徒增你的烦恼。规则六，停尸间是一个严肃的地方，禁止嬉皮笑脸，说笑打闹。规则七，死者为大，禁止掀开白布，欣赏死者的遗容。规则八，如果有新的尸体送来，一定要查看医院开具的死亡证明，没有死亡证明不允许入内。整整8条规则，大多数是不可以、不允许之类的，限制了天选者的行动。苏禄抬手看了眼表，刚好7点整。他拿起床上的军大衣，推开停尸间的门走了进去。苏禄从1号床铺开始，掀开白布，露出一张被火灼烧完的脸。与此同时，另一边，皮埃尔动用自己的天赋，扮演成一位火葬场老员工的样子，上去拦住了灵车，和几个人攀谈。然后他发现自己刚好就是火化不明的员工，跟几人全都认识。一切的一切太过于巧合，过程顺利的不可思议，让他不得不怀疑是规则怪谈特意安排。皮埃尔坐上灵车，和同事们一起回到了火葬场。你先进去登记。迟到的皮埃尔被分配了任务，来到前台处登记。在这里，他看到了一个正在写字黑衣男人。你好，我是陆苏。你叫什么名字？陆苏。皮埃尔第一反应就是碰到了苏禄，太好了，他竟然是和苏禄大佬分配到了同一个副本。皮埃尔此前看过好多次苏禄的录播视频，每一次都忍不住发出惊叹，还可以这样，自己当时怎么就想不到。同时，他也熟知对方的性格和做事方式，包括不经意间的一些小动作。眼前的男人，除了脸，行为习惯和他印象中的苏禄全都对得上，可以说苏禄就是他的偶像。如今看见偶像就在跟前，一向沉稳如皮埃尔，嘴巴都乐开花了。他倒是不怀疑苏禄为什么能提前认出自己，毕竟这人是苏禄，比自己厉害多了，一切皆有可能。只是苏禄大佬为什么要把名字倒过来说呢？难道这其中还有什么讲究是自己不知道的？于是为了谨慎起见，皮埃尔眨了眨眼睛，开口：你好，我叫尔埃皮。此刻的弹幕哈哈哈，笑疯了。本来还担心皮埃尔不小心透露出自己的名字，现在看来完全想多了。
这个人装的太像了，声音和语气都跟苏露一样，连皮埃尔都暂时看不出破绽。阿西吧，本来还期望能和苏露进同一个副本的，现在最强的2个人凑在一个副本里，其他国家的人想要侥幸被人带着躺赢，不可能了。除了龙国，其他国家的人，别看嘴上多不待见苏露和皮埃尔，心里其实特别期望和这俩人分到同一个副本，可以带自己，不奢望5星通关，起码能活下去吧。停尸房，苏露在揭开第一块白布之后，本来死去的人突然睁开了眼睛。和天玄者对视，老者40-50岁，脸上布满了灼烧的痕迹。苏露掏出菜刀，看什么看？给我闭上！漆黑的菜刀泛着幽幽的光泽，一看就不可逃离。老者表情微顿，目光空洞的朝空中看了一眼，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又闭了回去。苏露盖上白布，转过身来，霸气的声音在空气中回荡：“听好了，我叫3号，来停尸房只待1个星期。识相的，在这期间就给我老实一点；不识相的，我有的是办法。”教育你！苏露拍了下菜刀，铮铮铮的响。隐身在暗中的菜狗和绿瞳鬼猫不甘示弱，也跟着显示出身形，汪汪汪喵！顿时，停尸房内安静如鸡，连温度都回升了几分。太可怕了！那人不仅有可以伤害他们的物品，还带了2只其他的诡异仪器。能不惹还是不要惹了，反正他也只待几天。苏露满意了，继续去接第2张床的白布。他主要是想在里面找到刚刚骗自己的家伙。黑衣人假扮天选者不成，化为一股烟，进了停尸房就不见了。第2排是一个20出头的年轻的男人，脸上布满了刀痕。男人睁开眼，苏露一把菜刀架在脖子上，敢跟我横，想早点去焚尸炉？不，你误会了，我是想问，能不能把我移动到第3排去？为什么？第4排的是我女朋友，学医的。你们的爱情确实伟大，死了还想腻在一起？不，就因为我出轨这件事，他对我连捅了120刀。120刀，你知道在这个过程里，我怀着什么样的心情，是什么感受吗？何其残忍！不知道。不过你女朋友不是学医的吗？怎么会捅死你？她可是专门了解过，学医的人对身体构造十分清楚，可以避开要害。不是捅死的，失血过多，没来的就治而亡。他见我死了，怕受到法律制裁，自己也跟着跳楼了。你放我过去，我要跟他拼了鬼命！苏露怜悯地看着他，开口劝说：“兄弟，你要不放弃吧，活着斗不过，死了就可以嘛。”我不听，我一定要报仇！苏露不给他搬，男人就一直求他，没办法，最后苏露连床位带人，一起和前面紧挨着女友的做了个对调，让2人尸体挨着尸体。做完一切之后，苏露继续查看剩下的白布，并没有发现穿黑色衣服的男人，或者有类似刚刚男人特征的尸体，已经逃了。苏露疑惑开口，他走到停尸间门口，后半夜都安静点，我会随时进来检查，别给我整什么幺蛾子。地上有垃圾，自己捡起来。冷气坏了就自己修一下。实际上，苏露后半夜不过来了，他打算离开值班室，先找到那位同事，希望不要嘎在了公交车上。而此刻的皮埃尔正在大厅内挨揍，那件染血的救生衣已经红了一半。皮埃尔知道，如果没有意外，当救生衣全部被染红时，就是自己的死期。大意了，从接触到苏露开始，皮埃尔几乎没有产生任何怀疑。那个假的苏露把他带到一处密闭的房间，锁上房门，自己逃走了。等到皮埃尔想办法从里面出来，已经是2个小时以后的事情了。他匆忙跑到自己工作的焚尸间，找到了规则，其中有2条。规则3，员工之间互相使用代号称呼，在这里千万不要说出你的真实名字。规则4，尸体拉回火葬场后，滞留在停尸间外的时间不能超过2个小时。皮埃尔万分庆幸自己在不知不觉之间遵守了规则3。现在麻烦的是规则4，当时一起拉回尸体的那个同事怎么和他说来着？我先去约会了，你等会儿自己找个人把尸体抬进去。同事走了，尸体没人处理，已经在火葬场外面停留不止2个小时了。皮埃尔跑到1楼门外的灵车上，哪还有什么尸体？为此，他不得已询问正在工作的前台。前台工作人员变成了一个穿白色裙子的女孩。前台指了指头上的发夹，皮埃尔违心的夸道：“真漂亮。”前台伸出手，皮埃尔个单身汉，浑身上下没有一件女人能用的东西。哦，美丽的女士，我有东西落在了家里，下次一定给你补上。活脱脱的画大饼行为。前台立马变了脸。我刚刚看到一个尸体从车上逃走了，都怪你把他滞留的时间太久了。我朝你要东西也是为了你好。皮埃尔心里吐血，到底是哪个家伙让这个女人养成了不收礼物不办事的坏习惯？他明白前台是在威胁他，拿不出东西就告他擅离职守。情急之下，皮埃尔不得不说出实情。告我也没用，是露苏，刚刚有个叫露苏的人把我关了起来。诡异可不管什么露苏和苏露的，只知道这次没有红色的发夹用。于是皮埃尔结结实实挨了顿打。正在他即将绝望的时候，温柔的1号，你正在干嘛呢？1号，
正是前台的代称。皮埃尔看到本来还狂躁的前台，竟然露出抹娇羞之色，一个诡异露出这种表情，太惊悚了。还有这个3号，竟然和诡异谈起了恋爱。前台无视皮埃尔。3号，这位同事，我正在给他挠痒痒。糟糕，我刚刚是不是表现得太粗鲁了？3号会不会不喜欢我了？好的，那我带他走了。3号表情淡淡，皮埃尔借机跟着他出去，直到走到火葬场外的小路上，两侧树荫连绵。皮埃尔不敢相信，一句话的事，自己就这么容易的出来了？难道面前这个人也是天选者，才会费力帮自己？请问你是哪位？你连我都不认识。我认识的人，那就只有上次怪谈一起通关的了。龙国苏禄，白头鹰的大卫，乌兰国弗拉基米。不对，苏禄大佬绝对不会用这种狂妄的语气跟自己说话，他没有那么恶趣味。而剩下的2位，在上次都是一心通关，还没自己厉害。有什么勇气对他皮埃尔问出你连我都不认识这种牛逼哄哄的话？皮埃尔眼珠子转动，你的狗没有跟你一起来吗？对啊，他想起来了，苏禄大佬身边还有一条狗。碍于怪谈世界的影响，苏禄自己的外貌或许会发生变化，但本身就是诡异的菜狗，一起发生变化的概率就小了。皮埃尔说完这句话，得意洋洋等着对方回答。然后他看到上一刻还和自己勾肩搭背，号称熟人的3号，砰的一声，是真的炸了，化成一股黑色粉末，风一吹，飘走了，蹦的皮埃尔原地跳了起来。假的，都是假的。吓死我了，差一点就上当了。幸好他机智，临时改变了策略。他看了一眼自己现在所处的环境，从跟着男人从火葬场走出来，大概有10几分钟到路程，两边都是树林，中间一条长长的土路，蜿蜒到远处，看不到尽头。很难想象，如果继续朝这条路走下去，接下来迎接自己的会是什么。皮埃尔当即掉头，沿着原路往回走。半路上，他遇到了一个牵着狗，胸口贴了张号牌3的男人，迎面向自己走来。靠，还来！他刚问完3号狗去哪了，立马就出现了。这诡异的复制能力忒强了，他才不会再上当。皮埃尔加快速度，头也不回的从3号旁边跑了，一口气跑回火葬场。而刚刚出门的苏禄只是奇怪的朝旁边看了一眼，视线里有个同事风一般的跑了过去，没过多在意，应该不是选中者。他特意把菜狗牵出来，就是为了让目标变得更明确，从侧面亮明了自己天选者的身份。毕竟看过他直播的观众应该都能认得出菜狗。此刻直播间就这么错过了，他们简直不敢相信，两人面对面碰见都没认出对方。4号，皮埃尔你蠢不蠢？苏禄大佬就在眼跟前。我也是醉了，该聪明时你愚钝，不该聪明的时候瞎聪明。我记得上次皮埃尔好像在直播时说过，他是苏禄的粉丝。很好，实锤了，这是个假粉。假粉加1。很快，在外界，皮埃尔是假粉的话题已经上升到世界热搜第1名了。怪谈世界，月光倾泻而下，小路、树木同时蒙上一层淡淡的粉色光晕，菜狗汪汪汪的叫个不停。苏禄为了控制住这货，特意找了根绳子系在狗脖子上。月色、少年与狗，要是不明真相的人突然看到这一幕，还以为是多么唯美的画面。而只有深入看过直播画面的人才知道，苏禄手里牵着的哪是条狗啊，明明比诡异还厉害的恶犬。在上个副本里，他可是毫不犹豫地咬死了不少人。菜狗的鼻子在土地上嗅来嗅去，像是在不断确认着什么。苏禄跟着菜狗嗅到的方位走去。卧槽，这个感觉明面上是我在遛狗，其实是狗在牵着我走。越往深处，周围的粉色光晕越明显，直到面前出现片空地，一轮迷你版血色悬浮在中央。之所以说是迷你版，那是因为与天上的那轮相比，眼前这个就显得太逊色了。直径只有1米左右，与真正的月亮相比，连光亮也淡了许多。刚刚那些粉色的树木，应该就是由这玩意发散出去的，只是颜色太淡，由红色稀释成了粉色。而血色旁边，一具尸体正迎着月光翩翩起舞。什么毛病？作为火葬场的工作人员，苏禄觉得自己有义务将不听话的死人带回去。他慢慢靠近尸体，为防止突发情况，苏禄放开绳子，让菜狗从另一边包抄，一人一狗形成了夹击。然而等走得近了，苏禄看出些端倪，好像不是在跳舞。只见迷你版的月亮上分化出一丝丝的红色光线，这些光线如触手般伸进尸体的皮肤内，不断蠕动，像是在拖拽着什么。尸体由于太过痛苦，四肢发生了痉挛，看起来就像在跳舞。弹幕 TMD， 我裤子都脱了，打算跟着跳一曲，你给我看这个。楼上的，你跳舞为什么要脱裤子？好残忍啊，感觉像一只蚯蚓在皮肤底下爬，瘆得慌。这到底是什么东西？苏禄大佬判断失误，我都能看出不对劲了，他竟然认为是在跳舞。或许在苏禄大佬眼里，跳舞和自杀没什么区别呢。随着红色光线的不断律动，一个黑色的虚影从尸体里渐渐剥离出来。黑影没五官，只是体型和地上的尸体差不多。在剥离出来后，抱起旁边的血色就要跑，苏禄连忙追过去。结果黑影和他不一样，长了双腿如同虚设，
直接飘着走了。汪汪见此，另一边的菜狗扑了上去，狗爪子穿过黑影，血色化为一团光，涌入了狗脖子里。撒旦牌项圈拥有吸取神力，并且短暂储存，必要时释放为自己所用的功能。苏露为了遛狗方便，将项圈套在了菜狗脖子上，没想到偶然间得到了触发。黑影发现手上的迷你血色不见了之后，明显有些懵逼，但看到来势汹汹的一人一狗，最终还是选择飘走了，留给苏露的只剩下一具尸体。龙国怪谈局，被抽取出来的黑影是什么？也许是类似于灵魂的物质。黑影能穿过菜狗，说明它没有实体，而从它的行为来看，意识显然是保留了下来。规则怪谈，苏露已经确认这个世界的意志和肉体是可以分开的，而血色应该是拥有抽取人类意志的能力。血月和天上挂着的月亮，二者有什么关系？苏露想了一会儿，暂时没有头绪。苏露让菜狗把地上的尸体叼起来，回到火葬场门口。皮埃尔忽然想明白件事，骗子伪装成熟人，目的应该是赢得自己的信任，而刚刚他在路上碰到的那个人压根就没搭理自己。哦，那个人就是苏露大佬。而此时苏露刚好回到火葬场门口，菜狗嘴里还叼着自己一直要找的尸体。太好了，终于找到你了。苏露上下打量了一眼面前的同事，掏出菜刀架在9号脖子上。暗号，直播间的观众啊！竟然有暗号，苏露亲自定的吗？皮埃尔，你别发呆啊，快点说。让我猜，是天王盖地虎，宫廷玉液酒，还是其变偶不变？白头鹰白登坐在上首。难不成龙国和浪漫国私下已经偷偷结盟，把我们蒙在鼓里？他现在十分的暴躁，上次偷袭苏露没有成功，龙国守备加强，暂时没有办法再次动手了。去查一下皮莱尔的情况，最好查查他家人的轨迹。跟白头鹰帝国一样的樱花国也骂骂咧咧。八个牙路，你们龙国人不讲武德，早知道有双人怪谈，提前定好了暗号。其他国家就是那么重要的消息，为什么不提前分享？而此刻被讨论成话题中心的皮埃尔，则是一脸懵逼。什么暗号？大佬，你可能认错人了，我是浪漫国的尔埃皮，没有跟你定过暗号。皮埃尔战战兢兢说道，看着架在脖子上的菜刀，生怕苏露一个不高兴把他给打了。拎刀，答对了，答案就是没有。我这么做是有原因的，如果对面是假的，肯定会绞尽脑汁想暗号是什么，或者直接找个理由搪塞过去。苏露痛快放下菜刀，皮埃尔松了口气。苏露大佬办事果然和正常人不一样，采用反向思维。二人拉着尸体进去。进停时间前，苏露把唯一一件军大衣套在了皮埃尔身上，自己衣着单薄。皮埃尔连忙摆手，这不太好吧？还是给大佬您穿着。苏露不耐烦，让你穿就穿着，少磨磨唧唧。直播间网友，我真的哭死。苏露大佬好暖啊，宁愿自己冻着，把衣服分给队友。还有些女生苏露大佬是怕对方不接受吧，才用这个语气。他好善良，好傲娇，我以后一定要嫁个像苏露大佬这样的男人。喂，楼上的姐妹清醒一点，少看几本小说，什么都可只会害了你。规则2，作为一位火葬场的值班人员，你需要每个整点进停时间检查一次。这里面没说工作时间，说明极大概率上可能要求天选者时刻待在这里。苏露环视一圈，暂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二人齐心协力将尸体抬到一个空床位上。苏露掀开旁边一块白布，果然和我想的一样。什么意思？大佬，你又发现什么了？这个世界意志和肉体是分离的，我们刚刚带回来的尸体，意志明显已经脱离，变成了真正的行尸走肉。而你再看这些，苏露指了指白布下的身体。皮埃尔仔细观察，这具看起来好像随时能活过来一样。咦，不过这个死人怎么脸上有巴掌印？看痕迹还是刚打上去不久的。说完之后，皮埃尔就后悔了。房间里一共就2个活人，排除他自己，很明显，巴掌是苏露大佬扇的。苏露大佬有鞭尸的习惯。我什么都没看见。苏露上前仔细查看，发现正是一早因为出轨被女朋友捅刀子的，现在脸上不仅有刀痕，还多了几道巴掌印。苏露叹气，早跟你说了，兄弟，我不挪位置是为了你好。床上的尸体没睁眼，只是眼角默默流下一滴泪，看得让人怪难受的。大佬，他好像活了。皮埃尔不知道这些，只是指着尸体，没什么事，正常现象。意志和肉体可以分割，所以说现在送到火葬场的人应该都是身体死亡，意志留在身上，所以偶尔会出现诈尸的情况。发现的及时，应该不耽误你今天火葬吧？不耽误，星期4才会火葬，因为届时月亮会变成红色。同一时间，樱花国小切夫郎在得知和自己同一个副本的天选者是来自白头鹰帝国后，毫不犹豫告诉了对方的名字。小切夫郎双腿跪下，用仅剩一条的胳膊撑着上半身，亲吻对方斜肩。
救救我！救救我！眼泪鼻涕流了满地，同时擦到了对方的鞋上。可能是连诡异都看不下去了，从没经历过这种恶心事情。片刻后，面前的天旋转砰的一声炸开，化为浓烟飘走了。小妾夫郎呆在原地，彻底的傻眼。人呢？不要丢下我！小妾夫郎看到同伴消失后，在原地待了好一阵子，直到樱花国看不下去了，发提示给他。等小妾夫郎找到规则的时候，已经过了整点的时间。他站在停尸间门口，犹犹豫豫的不敢进去。已经过了1个整点了，下个整点再进去。小妾夫郎觉得自己这个想法很棒，他躺到床铺上，蜷缩起来准备睡觉。就在他闭上眼睛的那一刻，停尸间的门无风自动。小妾夫郎，小妾夫郎，一个声音从停尸间深处传来，看不到自己，我一急。我在。人在听到自己名字的时候，会下意识做出应答，小妾夫郎也不例外。嘿嘿嘿，找到你了。樱花国显现者小妾夫郎被诡异吞噬，怪谈世界即将降临。时间倒数时，9、8、7、6，直播间顿时响起一阵哀嚎。小妾夫郎家人在哪里？还不切腹的干好？切腹以死谢罪。不好意思，我认识这个人，他的父母在他年轻的时候已经被他啃老啃死了。另一边，和小妾夫郎进入同一个副本的白头鹰天选者弗雷，作为一个白头鹰特殊部门培养的杀手，天赋是力大无穷。在他出现的一瞬间，直播间炸了锅。怎么回事？换人了？上个副本的大卫哪去了？可众所周知，由于规则怪谈的机制，上个人成功通关副本后，下一个副本将接着由同一个人参加，直到通关失败。所以呢，大卫是被干了。大卫作为上个副本为数不多的一星通关者，虽没有苏露看起来那么引人关注，但也积攒了不少粉丝。此时此刻，在某种可能得到了验证之后，白头鹰帝国的民众先接受不了了，不少人举着牌子开始上街游行，参加抗议活动。生命自由，国家不能做出这么毫无人道的事。还我们大卫！龙国怪谈局望着屏幕上完全陌生的人影，陈月不由得感慨：白头鹰帝国真狠！天选者本就是放弃一切，在冒着生命危险完成副本，被这样对待，实在是令人寒心。他不解道：把大卫杀了，他们就不怕下一个天选者更加弱吗？林国标，他们在赌，白头鹰早就习惯了霸权主义，不允许其他人凌驾于他们之上。陈月听明白了，在苏露已经连住2把5星通关，打破了各国之间的平衡，更威胁到了某些人老大的位置。眼看龙国因此国力节节攀升，白头鹰急了，他们不得不冒险杀掉上一个天选者，以求尽快找到像苏露一样的高分通关人才。弗雷德看着眼前自称为小妾夫郎的天选者，直接一拳头崩到了对方脸上。开玩笑，他弗雷德不需要跟任何人合作，队友只是个累赘罢了。假的小妾夫郎化作一股浓烟，消散而亡了。弗雷德误打误撞地识破了诡异的计谋，因为这一举动，不明真相的白头鹰民众一片叫好。新的天选者有2把刷子，确实比大卫强多了。白头鹰帝国还有希望。人嘛，都是利益至上的生物。眼看弗雷德表现强悍，之前质疑政府暗杀掉上一任天选者的声音也逐渐淡了下来。龙国怪谈局，陈月看着屏幕里的人影，好奇出声：难道他的天赋是能识别谎言？要真是这样，苏露可就遇到劲敌了。规则怪谈这个地方到处充斥着欺诈和谎言，诡异机会不会说真话，全靠天选者自己辨别。林国标，不，他应该是真的要杀掉队友。林国标作为军人出身，这个弗雷德给他的感觉十分熟悉，有点像是特意培养出来的杀手。陈月，杀手，犯罪人员。陈月万万想不到，一个国家人民的表率会主动培养出这种玩意儿。林国标没多解释，不一定。总之，看下去吧。这类人通常冷血无情，把上级命令当作圣旨，最是不会在意他人的感受。事实证明，林国标猜测正确，他的想法完全得到了验证。规则怪谈里，弗雷德在出手解决了眼前的麻烦后，按照要求将尸体拖到了停尸间。之后，他便回到自己的房间，继续研究规则。在这期间，完全没有表现出一点寻找队友的意思，仿佛另一个天选者的死活和他没有任何关系。樱花国的民众们哗然了，该死，弗雷德怎么能那么对待我们的天选者？樱花国怪谈局一直向子民们传递着同一个信息，那就是鼓励大家将白头鹰帝国视为父亲类的存在。现在这种情况，爸爸是不要我们了吗？樱花国观众脸上发烫，他们可是看到小妾夫郎直接跪下来的场景，还以为能够抱紧大腿，结果舔都舔了，没有一点作用，还不如龙国的苏露。好的人家对队友很好。弗雷德不管不顾，坚持一个人完成副本，也就自然错过了另一个天选者提供信息的机会。视线回到苏露这边，从停尸间出来后，苏露想到了一个问题：你带死亡证明了吗？规则8，如果有新的尸体送来，
一定要查看医院开具的死亡证明，没有死亡证明不允许入内。皮埃尔一脸懵，死亡证明没听过啊。我从英泉高中下车，刚好迎面碰上从学校出来的灵车，就跟着一起帮忙了。你看清楚啦？只有灵车吗？对，当时我还纳闷呢，学生死了，一个送信的家长也没有，完全靠火葬场的人自己操作，也不怕对尸体干些什么。后来想想这里是规则怪谈，也就释然了。苏露皱眉，也就是说，尸体死亡之后会直接拉到火葬场，根本不存在去医院开具证明的时间。那规则里的死亡证明又是怎么回事？我们一起出去问问，找和你一起过来的同事。两人先来到焚尸间，斑驳的墙壁，脏乱的地面，空气中弥漫一股死尸体腐朽后死了800年的味道。苏露曾经听过一个词语，叫做尸气，来源于道家。现在他算是真正见识到了。一个巨大的火炉摆在中央，火炉中央有个开口，一条传送带正连接在上面。传送带宽度不到1米，苏露试着用手臂测量，刚好够一个人在面躺板板。而焚尸炉的另一侧则放着一堆骨灰盒，每个上面明码标价，3000到10万不等，真旧贵得离谱。焚尸间没有遮挡物，二人等了一会儿，没有见到有其他员工上来，只能暂时作罢。来到1楼大厅，前台小姐姐正在收拾东西，看到苏露后，顿时眼前一亮。别问纽扣大的眼睛怎么亮的，苏露就是察觉到了，这个女人很兴奋，她扭扭捏捏地走过来。3号，你终于来了。苏露奇怪，你在等我？前台，你忘了之前人家说过下班去找你，我们约好的。我什么时候？苏露说到一半的话哑火了，她突然想到，刚开始为了套取信息，送给前台一个发卡，对方似乎说过在那时说了句下班找他。苏露当时没在意，而此刻皮埃尔的表情已经不对劲了，他一脸我懂得的模样，意味深长看着苏露。大佬不愧是大佬，连诡异都能拿下，不像他，看见诡异后面上风轻云淡，实际上每次都快吓尿了。苏露咳了一声，约会的事情等会儿说，我现在还有别的事情。刚刚停尸间运来一个病人，你知道死亡证明在哪开吗？知道。前台小姐姐在苏露耳朵旁哈气，但我只说给你一个人听。哎，那个大佬，我再上去看一眼，同事们有没有回来？你先忙。说着，皮埃尔逃也似的离开了。苏露头疼，视线转回前台脸上。等苏露拿到死亡证明，已经是一脸菜色。万万没想到，所谓医院开具的死亡证明是火化厂自己开的，上面还盖了医院的章，死亡原因出车祸。苏露明明记得这位同学是猝死。火葬场给顾客开死亡证明，就像工厂给自己开检测报告。游乐园说自己半个月就能检查一次项目设施，等到出了事再出来澄清，纯掩耳盗铃的行为。我们需要把所有信息汇总一遍。苏露开始分析，火葬场一共分为2个阵营，一方是火葬场的员工，另一派是以黑影为代表，包括刚开始在外面伪装成咱俩骗了我们的东西。苏露不敢说人，只说东西，很明显骗他的那人不是个东西。皮埃尔不解，你是说我们是跟火葬场一伙的？既然血色在星期4就出现了，开始焚烧尸体，说明早晚都要将尸体处理掉，那为什么还要设计引诱，把你关起来，提前将尸体偷出去呢？我刚刚说过，之前追出去的时候，看到一轮更小的血色在分离人的意志。苏露说到这里就不说了，期待地看着皮埃尔，你明白了吗？皮埃尔啊，我该明白吗？不光皮埃尔没明白，一直在看直播间的观众也一脸懵逼。什么意思？苏露大佬，你把话说清楚点。什么意志剥离、偷尸体的人，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完全听不懂啊！不好了，一不小心快要长脑子啦。苏露只得详细的解释一遍，意志或者说灵魂是一种特殊的能量，可以被红色月光吸收。虽说不知道吸收后的好处，但现在看来，两派人之间都在同时争夺这些能量。我们要代表正义，消灭偷取灵魂的那部分人。看不出来，你还挺中二的。大意是这样吧：血色火葬场停尸间，黝黑的房间内，空气安静的落针可闻，只有冷气开关处装了个调温用的绿色显示灯，一闪一闪的发出光芒。床位上，每具尸体头上盖有一块白布，白布更像一种封印，只要有它存在，能将尸体死死束缚在床上。突然，第3排的空缺床位上似乎发生了异动，一团黑气涌来，在床位正上方盘旋，如同一群黑色飞虫凝聚在一起。飞虫落下，逐渐幻化成与周围一模一样的身体。他躺床上，自己拉过块白布盖上。龙国直播间，好诡异啊！别的尸体都是被动抬进来的，他自己上赶着。怪不得规则里说不要随便数床位。只有我觉得奇怪吗？为什么我们能看到停尸间里的场景？直播间镜头是根据天选者的视线转移的，他们能看到这里，那说明话音刚落，空气中传来熟悉的声音。找到你了！床位边，苏露和皮埃尔并肩站立，苏露手中抱着一只布偶猫，猫眼泛出幽幽的绿光。
玉瞳鬼猫，诞生于诡异世界的喵星生物，拥有窥视、铸造幻境的能力。没错，刚刚苏露一直待在这个房间，利用布偶猫的能力隐藏了自己的踪迹。他很早就想过规则5，不让清点遗体的数量，那说明数量必定有问题。多出来或者少了的遗体会是什么呢？苏露多次进入停尸间观察，都没有发现数目的问题。他猜测多出来的那具尸体，说不定拥有很强的隐藏能力，需要换个方法才能见到。于是早早做了埋伏，在停尸间来了个守株待兔。床上尸体一动不动，并没有因为苏露的到来发生什么变化。皮埃尔，是不是我们搞错了？或许这也是尸体诞生的一种方法。毕竟在怪谈世界，一切皆有可能。哼，敬酒不吃吃罚酒。苏露拿出撒旦牌项圈，对着尸体照了一下，红光闪烁，啊一声惨叫响起，床上的尸体化为黑影，身体明显比之前单薄了不少，挣扎着想逃。苏露对着已经单薄的黑影又照了一下，黑影彻底消失，地上掉落一个蓝色的评价。封面偷月计划，苏露打开某某年某月某日，今天又处理了5具尸体，只有血色当空的时候，才能将灵魂带去美好的天堂。某某年某月某日，真好，羡慕死去的那些人，要不是为了完成火葬场的使命，我也去天堂了。某某年某月某日，今天有个人临死前说他不想去天堂，说我们都血色被洗脑了，荒唐，真是荒唐。某某年某月某日，不，那个人说的对，人死了，经过月光的洗礼，不会去往另一个世界，只会消失，永远的消失。血色在吞噬灵魂，它是真正的恶魔之光。某某年某月某日，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我要死了。幸亏早有准备，作为火葬场的一员，趁着每次焚尸的时候，提前偷取了血色的部分力量。我将它们分散在各个地方，只要血色还在，就可以提取出灵魂，让灵魂永远留在这个世上。苏露翻到最后一页，是一张地图，上面标了几处红点，应该就是偷取的力量了。皮埃尔，这个血色真不是东西，吸收人的灵魂，简直就是个恶魔。苏露意味深长地看着他，人死了，灵魂不消散，难道让他们永远留在世上？活着的人与灵魂共存，听起来是件可怕的事情。皮埃尔，那也不能，善良的人可以找上帝去天堂，恶人就叫他们下地狱吧。皮埃尔是个信徒，和所有的欧洲人一样，有着类似的念头，信奉那个名叫上帝的神灵。苏露，你怎么能够确认上帝把你带入天堂，而不是像血色一样吸收人的灵魂，转化为自己所用呢？你见过天堂吗？皮埃尔牙齿打颤，他不能接受自己的信仰被动摇，但他确实没见过天堂。圣经里说有。苏露笑了，换句话说，你又怎么能确定血色没有把死去的人带到天堂？万一是写文件的人在瞎扯呢？皮埃尔松了口气，在他的潜意识里，更愿意相信人死了能去天堂这种虚无缥缈又没有实际根据的说法。毕竟这句话带给了活人希望。你说的对，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阻止这帮人将灵魂滞留在人间。皮埃尔观点立马发生了转变，他相信火葬场是正义的一方。偷月计划，听这个名字就不太好，正经人谁会偷东西呢？苏露眼神微动，血色散发出来的是神力，和上次副本中胖子最后动用的能量类似。从这点来看，他其实更相信文件上的话，血色真正的目的是将灵魂吸纳，转化为自己的力量。不过心里这么想，苏露嘴上什么都没说。我们先找到地图上的点吧。这份地图还算清晰，上面的东西并不难找。苏露开着灵车快速驰骋在各个角落，他注意到在经过城镇街道的时候，里面人非常的稀少，尤其是夜间，居民楼里的灯光不足1/10，有一种人类即将灭绝的感觉。苏露拿着撒旦牌项圈，每到一个地图上的地方，把四散的神力收集起来。等到做完一切后，已经是星期4了。皮埃尔高兴地从灵车上跳下来，太好了，处理完这些东西，安全度过今晚，我们就能通关了。不愧是大佬，让我自己通关的话，绝不会这么容易。皮埃尔可没忘记前2次副本的时候，每次都是险而又险地渡过难关，到最后差点要了自己老命。明天回去的时候，能不能带我和你坐一趟公交车？苏露没说话，他轻轻抚摸着项圈，如同对待一件心爱的玩具。同为神灵，应该也有等级强弱的划分。撒旦明显比这次遇到的劳什子血色高级得多，就感觉自己手里这个项圈还能继续装。时间来到晚上，苏露直视天空，原先正常的月亮果然变成血红，散发出诡异的光芒。这轮月亮很红，比苏露这几天遇到的迷你月亮不知道红了多少倍。身后传来叮叮当当的声音，火葬场十分的热闹，焚尸如火，使得整片区域失去生命。停尸间的尸体全部。你们几个别偷懒，快过来帮忙！一个火葬场员工大声朝这边呵斥。苏露听话，将一具尸体放在传送带上，白布掀开，尸体在快到焚尸炉口的那一刻变得激动，坐起来大喊：“我不要进去，我还有心愿未了！”诈尸了！皮埃尔吓了一跳，
再看周围员工一副习以为常的模样，赶忙发动技能，做出了类似的表情。我被捅了120刀，我要教训那个。苏露看到一阵红光闪现，传送带上的尸体彻底变得安静，然后他被送进了焚尸炉，燃烧成粉。苏露若有所思，在第二具尸体被红光照耀的时候，快速掏出项圈。这次传送带上的尸体没有受到影响，仍旧活蹦乱跳，像是不太确信一样。不久后，又一片红色月光闪过，这次的更浓更强大。苏露掏出项圈，如此反复了1个小时，传送带上的尸体也没有成功进入焚烧炉。而苏露感觉自己手上的项圈越发的莹润，从外表看有一层浅红色的光泽。终于，头顶上的那位发怒了，红光再一次扫下的时候，苏露听到一个愤怒的女声：“掠夺者不可饶恕。”这片月光扫到了苏露身上。掠夺者，苏露呢喃。果然，神力是可以互相掠夺转化的。之前黑影带着一份偷月计划的文件，现在看来名字根本不准确，应该叫夺月计划。既然这样，大家能夺，他也可以。那他为什么不能全部掠夺过来？神力是个好东西，苏露深以为然。毕竟撒旦牌项圈不仅可以存储神力，遇到危险还能释放攻击。他现在多拿一点，积攒多了，说不定也能成为下一个神。苏露算盘打啪啪响，可惜月亮不答应，一股恐怖的力量如排山倒海般向他席卷过来，比刚刚几次的小打小闹压根不在一个档次。周围空气变得粘稠，苏露看到皮埃尔整个人被力量横向挤压，变成了一根棍儿的形。周围的物件和其他火葬场员工也在一起受到挤压。不出所料的话，这里接下来会被夷为土地。而手中的项圈在与这股强大力量的对峙下，也趋于吸收量饱和，无法接着对抗。直播间观众惊叫：“完犊子，苏露大佬要挂了！”我看不一定，你们忘了前几次直播，苏露大佬都能免疫怪谈攻击。你说的对，看这情况，是皮埃尔要挂了。浪漫国民众，可恶的龙国苏露，不要连累我们皮埃尔。樱花国民众，哈哈哈，让你们巴巴的凑上去，现在知道怕了吧？龙国苏露就是个害人精。弹幕，闭嘴！一个天选者成天跪舔别人脚丫子的国家，有什么资格出来说话？苏露大佬，好的带着人多活下几天呢。不过龙国民众大多数人也认为皮埃尔这下活不成了，毕竟苏露现在看起来连自己都顾不上，还能管队友的死活。规则怪谈在巨大力量涌来的那一刻，苏露感觉到不妙，这股力量明显不是他能抗衡的，超过了一般诡异攻击的极限。很好，陪你玩个大的。苏露举起项圈，念起了赞歌。他记得上次副本结束时，那个死胖子就是念的这首赞歌，招来了撒旦。撒旦碰血色，呵呵呵，不知道谁更胜一筹呢？以我之名，愿用无身。苏露跳过这段话，他可不太愿意用自己献祭撒旦。接着念下半部，也不知道只念一半能不能成功。周围的血红力量越来越多，血色生气了，他认为苏露这个人类以及整个火葬场都在挑衅他，他要把里面所有的人都杀了。信仰，你们的信仰不纯粹了。以前每周都要火化上百个，现在人越来越少了。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里面出现了叛徒。他越说越激动，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空洞飘渺。明明只是轮月亮，现场的人却能真切感受到他的愤怒。只是很快，这点愤怒变成了不可置信的惊呼。血色当空，这样的夜，没有一颗星星敢出来与之争夺光辉。几片云彩在四周盘旋，呈现纽约的姿态。忽的，这些云彩四散开来，从最中间的位置出现一条狭窄。天裂了，一只巨大的手从缝隙里掏出，拽向血色。苏露还想留下来继续观看，此时系统播报声忽然响起了，叮！恭喜龙国天选者苏露成功通关副本血色火葬场，通关评价5颗星，评分解析：存活1星，破除偷月计划2星，解开真相2星，龙国民众疾病率整体降低5%，本次免疫怪谈侵扰。叮！恭喜浪漫国天选者皮埃尔成功通关副本血色火葬场，通关评价3颗星，评分解析：存活1星，破除偷月计划2星，浪漫国水资源整体增加2%，本次免疫怪谈侵扰。这次的通报声不像前几次那样机械，带着一股急躁。在说完这句话后，快速将2个人传送各自，仿佛是苏露的做法对里面造成了什么不好的影响。叮！恭喜白头鹰帝国、奥利国等11位天选者成功通关副本血色火葬场，通关评价1颗星，评分解析：存活1星，本次免疫怪谈侵扰。规则上明明写的是存活5天，而此时才刚刚到第4天的夜晚，不少人一脸懵逼的被送出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不过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无疑是条好消息。规则怪谈的通关率极其低，通关失败还伴随着生命危险，能成功从里面出来已经足够的令人惊喜。但这里面不包括白头鹰帝国的弗雷德。此刻
他待在自己的房子里，脸色阴沉。该死，到底是谁破坏了副本？明明只差一点。弗雷德有所感觉，他很快就能抓住那个作祟的黑影，解开火葬场背后的秘密。到时候通关至少也是个3星评价，哪像现在直接被传送出来，给了个极低的1星。他气得吐血。从事杀手6年之久，从没像今天这样情绪起伏大。弗雷德背起桌上的狙击枪，推开堂门，心情不好，需要及时发泄一下龙国被强制性传送出来的苏露。葛优躺在沙发上，脸色同样不大好。菜狗在一旁不断舔弄主人的手掌，布偶猫也靠了过来。下面颁发个人奖励：撒旦的认可加20，撒旦牌上身攻击力增加。撒旦的认可。苏露摸了摸下巴，看来最后一家应该是撒旦获胜了。神力果然是可以互相掠夺的。血色掠夺人类灵魂转化为能量，他掠夺了部分血色的能量，而撒旦触手则是直接与血色干了一架。3日后，天刚蒙蒙亮，不少人还在睡梦中没醒来，一个机械性的声音响彻耳边。本次随机抽选参与挑战的国家有国、泡菜国、袋鼠国、白头鹰帝国、啤酒国，共60个国家。顿时，被抽中的国家大多如桑考屁。规则怪谈是可以增强国家实力，可他们的天选者又不是苏露，赢的机会很小。最终的结果大部分是被诡异降临，而没被抽中的国家可是欢呼不已。这里面就有此次被轮空的皮埃尔，他来到屏幕前，太好了，终于有机会能一睹苏露大佬通关的整个过程。怪谈世界，苏露睁开眼睛，发现自己正站在操场的橡胶跑道上，右上角胸口的地方画了一个迷你喷泉，喷泉喷出的水竟然是黑色的，像被污染过一样，看一眼都有种不行的预感。喷泉下面写了4个字：阴泉高中。好熟悉的名字，在哪听过？此刻的弹幕：阴泉高中不就是上次皮埃尔半路下车的地方吗？糊涂啊，大佬，你上次坐公交路过了。苏露大佬上次坐车，注意力好像不在路上，更多的是在拆解售票员了。而规则怪谈里的苏露，在意识到自己所处的地方后，第一反应就是抬头看天。今天是个晴朗的日子，天空中连朵云彩都无，哪还有什么撕开的裂痕？苏露想要判断跟上次是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举措失败，看来只能等到晚上观察一下月亮的颜色了。他摸了摸鼻子，开始找规则，最终在双杠的孔洞里找到一张皱巴巴的纸。怪谈副本：阴泉高中。